这边刚送走2位，即将在洪荒开创历史的截教仙李长寿在天庭中的水神化身已经是飞到了兜率宫外。老君外出游历并不在宫中，李长寿在后院轻松找到了正在那儿酣睡的大法师。可惜的是，李长寿并未能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只是将此事禀告给了大法师，给自己多了一层免责保护。大法师也觉得此事处处透着蹊跷，于是招来太极图，推演功力全开，最后只得出一条结论：6道轮回盘并未出现问题。那出问题的很可能就是后土娘娘本身了。李长寿如此道了一句，大法师正色道：后土娘娘便是6道轮回盘，6道轮回盘便是后土娘娘，二者本为一体。天机彰显，6道轮回盘无事，后土娘娘自然也就无事。长寿，是不是因为玉帝、王母2位师叔去凡尘历劫，将天庭事务交给你处置，你最近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导致道心出了问题？这个我其实还是挺轻松的。倒不是说我对天庭事务不上心，天庭本身并无太多事。李长寿有点尴尬地解释几句。大法师，可否劳您跟我一同去圣母宫中拜访一次圣母她老人家？这自是小事了。大法师笑着点点头，却是并未多问什么，直接答应了下来。李长寿做事难得如此风风火火，本体藏于车夫指道人体内，暗中赶来天庭兜率宫与大法师会合。大法师直接用太极图破开乾坤，去了天外圣母宫。这一对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的师兄弟，不多时便出了5部洲之地，在天外那点缀着星辰的虚空中现身。大法师驾云带着李长寿朝着一点璀璨光亮飞去，还未飞过100里，前方就有仙光照耀，一扇门户凭空出现，将2个人纳入其中。又到了那个风景优美的小千世界，充沛的灵气，清爽的微风，散在风中那无拘无束的笑语声，让李长寿的心境瞬间安宁了很多。有2名仙子驾着2只云舟而来，遥遥行礼，一人道：娘娘已知人教2位师兄前来所谓何事，请玄都师兄去殿中等候，娘娘今日只见水神1人。大法师含笑点头，也不多说什么，背着手去了一艘云舟之上。李长寿对大法师做了一个道揖，跳上了另外一艘。大法师叮嘱道：师弟，莫要在圣人面前失了礼数。师兄放心。李长寿答应一声，瞧了眼自己储物法宝中的几套漫画书，心底也有些忐忑。自己这一次又会被圣人娘娘关多久呢？不过有一点好处是，被圣人娘娘关在那个空白的世界阁楼中，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打磨心境。里面数百年，外面也不过是转瞬。2艘云舟同行了半路，在那成片的宫殿群间分开，李长寿被带去了那一片平静的湖泊，直接抵达了湖心岛，站在了那阁楼门前，躬身做了一个道揖：弟子拜见圣人娘娘。进了吧。门内传来一声带着几分慵懒的嗓音，某圣母大人似乎是刚睡醒不久。李长寿扭头看脸身后，已不见了那引路的仙子。当下抬手推开木门，前方是一片闪耀着七彩流光的薄膜。李长寿小心翼翼地踏入其中，感觉岁月流速，近乎归零，再次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熟悉的水池、屏风、地毯、装饰布景，换了一身暖黄色宽松短裙的女娲娘娘，此刻飘在水池中，身下漂浮着一只气垫。一本出自李长寿之手的漫画书飘在他面前，侧旁还飘着各类的瓜果美食，以及娘娘最爱的蜜雪冰镇果汁。
李长寿见到此情此景，也是有点无力吐槽。洪荒不仅没有芥末，刺身之道难以圆满，也没有肥宅快乐水，让宅之道也失去了一小部分快乐呀。且说正事。娘娘，你可是见到后土了？李长寿老老实实的答应，低头不敢多看。此次前来求见，是想娘娘为我解惑。你想知道什么？李长寿在袖中摸索一阵，抱出了3摞厚厚的书册。池中的女生啪的一声合上了手中的书册，绝美又庄严的面容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说吧，想知道什么？后土之事并不算禁忌，只是较为隐秘，所知之人只有我们几个罢了。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将画册用仙力恭敬地送过去。随之李长寿把自己此前的所见情形尽数说了出来，并拿出了那幅画像。女娲娘娘把画像给招了过去，端在手中仔细看着，凤目中划过了少许无奈。也是苦了他了。娘娘，此话怎解？你此前可是进入过一次6道轮回盘？弟子已化身进去过一次。娘娘不知此事吗？我若想知自可知，但为何你会觉得圣人就要无时无刻监察天地间每一个生灵？这个……差些忘了。女娲的凤目轻轻眯了一下，调侃道：你性子颇为古怪，若是让你成了圣，绝对会监察天地万物。明明自讨苦吃，却还乐在其中。如今这天地，你也成不得圣。娘娘，您用这种平调口吻，未免也太打击人了。娘娘，您还是为弟子说说后土之事吧。急什么？女娲的下巴轻轻一扬，李长寿转身看去，却见自己上次来时坐过的角落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处小小的书房，矮桌、坐垫、屏风、香炉，配备之物倒是颇为周全。来都来了，怎么也要再画一步。作为谢礼，我会为你指一条在地府赚功德的明路，助你完成功德金身，如何？李长寿很平静地做了一个道揖，转身坐去了角落，熟练地摊开纸张笔墨，拿出了一套卡尺、模板等作画用具。他提笔画了一阵，再次开始一问一答，而有关地府的那一笔大功德，李长寿也算是有了眉目。不多时，听哗哗水声响起，女娲圣人自水池中踏步而出，蛇尾化作双足，短裙化作金色长裙。虽是随意的便装打扮，且收起了圣人威严，女娲圣人却自成一种难言的气场，无时无刻散发着圣洁光辉。他走到侧旁新立的书橱，将刚刚得到的作品一本本地放入其中。这般明明可以用仙力轻松做到的小事，此刻他却做得格外认真。娘娘，我所见的那道身影，是后土，也非后土。女娲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惋惜。你应知，生灵若开灵智，便有七情。李长寿手中的画笔一顿，立刻想到了什么。莫非后土娘娘被投胎转世的生灵所影响了？不错。女娲圣人温声道，哪怕魂魄轮回前饮了孟婆汤，没了自身记忆，但却总会保留一丝丝微弱的奇情。魂魄之灵念进入六道轮回盘中，却不能伴着生灵轮回转世，故会将一丝丝七情留在六道轮回盘中，或喜，或怒，或哀，或惧，或爱，或恶，或欲。这并非六道轮回盘出了差错，而是六道轮回盘本身便是如此运转。后土决意化身为六道轮回盘时，
就已经做好了这般准备。但我们几个圣人与后土自身都低估了圣灵七情六欲繁杂，日积月累之下，后土的神念几乎崩塌，不得不将自身完全融入到六道轮回盘中，再无法脱离。女娲圣人话语一顿，此时已经是转身倚在书橱旁，打开了李长寿拿来的那一整套新作的第1本，继续道：但圣灵不断转世轮回，尤其是人族成为天地主角后，因寿元受限，魂魄转世就变得频繁了许多。偏偏人族的七情六欲又是万族中最多的，这无疑加重了后土的负担。但他并未对天道抱怨什么，默默忍受着。直到有一日，怎么？他封印自深处溢出了七情之念，走出了第一个七情化身，也就是你所见的此人，后土之哀思。李长寿闻言久久不能回神，这化身莫非是被镇压在18层地狱之下？不错，据我所知，此时七情化身已现其3：哀思、憎恶、欲者。哀思最是温和，故被镇压在18层地狱下，而憎恶与欲者被后土束缚在6道轮回盘中。若七情化身巨现，又该如何？后土应当会迷失自身，由1化7，而后自身意志崩碎。女娲娘娘话语一顿，他会彻底化作天道法器之灵，但这对天道而言绝非好事。你若是能想出办法，帮后土度过这般危机，天道自会给你降下大笔功德。各位圣人老爷都没有办法，弟子又能如何？不，你与我们不同。女娲继续翻着手中的画册，像是不经意间提点着李长寿。有些奇怪的想法，洪荒或许只有你有，也许也是如此，后土才会通过自己的哀思对你求救吧。李长寿沉吟几声，又问：后土娘娘与那位浪里飞的前辈，并无关联。你到底画不画？画。娘娘您让我整理一下情绪，找一找灵感。李长寿答应一声，低头开始忙碌。离了圣母宫，回返五谷州的路上，大法师听着李长寿的讲述，一时之间也是感慨不已。七情化身，为生灵化作6道轮回盘，却还要背负生灵留下的残念。后土娘娘当真？师弟啊，若你有办法，就出手帮帮后土娘娘。你素来主意多，若能助后土娘娘化解这份痛苦，也是大功德一件呢。师兄，李长寿一时有些无语。我这是单纯的为地府为生灵做点事儿，天道老爷不给功德，我难道就不去帮忙了吗？当然了，这积极性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挫伤。李长寿认真思索了一阵，言道：师兄，此事恐怕我一人做不来。根据圣母娘娘所说，后土娘娘此时已诞生的化身中有憎恶，我修为浅薄，怕是还未靠近就已经被这化身给灭杀了。玄多大法师斟酌一二，此言有理。李长寿顿时心底松了一口气，有大法师在旁护持，便是进入6道轮回盘也能够应对自如了。自家圣人老爷总不可能任由他们2个一同陷在6道轮回盘不管吧。然而玄多大法师左手一翻，玄黄塔太极图同时现身，在他掌心轻轻盘旋，送到了李长寿的手中。努力。大法师顺手拍了拍李长寿的肩头。做师兄的怎能分去长寿你的功德？我跟老师永远站在你背后支持你，放手去做。多谢师兄。李长寿莫名的感动，双手捧着2件防御类至宝，对着大法师深深做了一个道揖，而后低声喃喃：若如此的话，
虽说间隔短了一些，倒也是可以让孔宣道友还上欠我的人情。这般我又欠了孔宣道友人情，这个倒也不难还上。他说想去兜率宫逛逛来着，也不知道老君会不会准许呢。已经抬起左手要破开乾坤离开的玄都大法师，动作为之一顿。李长寿看着面前这两件宝物，心底的安全感几乎要溢出来了。为兄想了想，玄都大法师转过身来，带着温和的笑容。此行让长寿你自己过去，确实有些不妥。毕竟谁都不知六道轮回盘中的具体情形如何。言说中，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把太极图默默地拽了回去。多谢师兄。你这家伙！大法师咬牙骂了一句。当初文静道人也就算了，知道你策反他不易，现如今，莫要胡乱给为兄安排这事。逍遥自在何须人伴？红绳一牵，尽是麻烦。李长寿收起玄黄塔，眯眼笑着跳到大法师的身旁，拱了拱手。师兄，咱们不如先去金鳌岛上逛逛，那里也有一件稀罕事，顺便也容我想想该如何才能帮上后土娘娘。那里能有什么稀罕事？莫不是有人结成道侣？刚好相反。哦？大法师眼前一亮，在脚下凝出了一片白云，带着李长寿朝五步洲而去。